人因为怕死，所以把属性点全都加上了幸运，却不料开局就把幸运值直接拉满。就在刚刚，他是做梦都没想到，只是做个梦的功夫就遇到了异世界小说的穿越桥段。随着魔法阵逐渐向四周蔓延，本以为躲到天花板就能逃掉，可还没安心2秒半，魔法阵便再次出现。谁知穿越后他没遇到刻板印象的沙雕国王和美丽公主，只有一个同样孤身一人的龟仙人。对方提醒男主快点去做准备，其他人早都已经出发了。随着一扇外挂面板从地面浮现，男主激动，上面有很多牛逼的技能，却不料因为他最墨迹的缘故，强大技能都被选完了，剩下的都是没人要的废柴技能，要么是掷骰子按点数分配能力值，要么是村民套装和隐形眼镜。男主是真的服了，剩下的技能一看就是鸡肋，连魔法都是一些看似就无用的技能。于是男主向龟仙人抱怨，靠这些垃圾能力只怕连新手村都走不出去。结果对方恼羞成怒，一气之下就把剩下的垃圾能力打包塞给男主。再一转眼，男主就被送到了异世界，地上躺着装有村民套装的收纳袋，却不料里面竟然是无限空间。虽然里面的东西摆明都是村民剩下的，不过男主却感觉穿在身上还有点小帅，随后才想起来确认自己的状态。不料开局就要掷骰子才能打开属性面板，男主意外掷出了2个人点数。なんじゃそりゃ M ってなんだよ、まさかマイナスの M？いやー、ド M の M ってことも。考虑到现在的情况不是一点实力就能改善的，于是男主选择全部加幸运，谁知竟直接把幸运拉满。原来 M 是最大值的 M， 但其他的垃圾技能实在无法直视。除此之外，因为他是被单独召唤来的，所以多了个无法与人组队的边缘人被动，以及使役魔物的能力。男主绝望，这下只怕没机会开异世界后宫，但当务之急是要先找个安全据点。此刻他想起初始道具还有隐形眼镜，这眼镜一戴世界豁然开朗，还为男主带来了鉴定技能，而村民里套装的含金量还在增加。男主一路搜刮各种草药食材，反正多少收纳袋都能装得下。在幸运的加持下，男主找到河流补充水分，又成功发现附近有一座无人山洞。男主窃喜，收纳袋中还有魔力帐篷和魔力提灯，正好这次便宜了自己。夜间在森林中捡到的木柴和枯叶，再用温度魔法升温点燃取暖。此刻男主才发现，随着温度魔法等级上升，他又新学会了火魔法，拼了一天还获得了千里眼、察觉气息和锁敌魔法。所幸男主安全度过了异世界的第一个夜晚，只因魔法提灯具备驱魔效果，家里蹲称号则能让他窝在家里的时候无敌。随后他用火魔法生火，村民那套装里的道具切菜做饭。此刻男主对村民的崇拜之情无法言说，里面各种野外求生道具一应俱全。接下来他打算把洞窟当作根据地，然后最重要的是确保粮食和安全。说到安全，就遇到了哥布林在外觅食。男主清楚置身森林除了中午早晚得战，现在正是下手的好机会，但只靠一根棒子实在没有安全感。他试着用包装魔法给棒子附魔，もう一匹。攻撃は単調、動きが読める。随着击败了2只哥布林，男主的等级来到了2级，能力值也都翻了1倍以上，不少技能也都跟着相应提升。第3日，男主打算继续练习使用魔法，他尝试将魔力覆盖全身，随即发现身体的各种机能获得了飞速的提升。今天就连哥布林也能轻松击败，就算1挑3他也不在话下。まあ、今はやめといてあげるが、帰って魔法の研究と。在这之后，男主晚上则研究魔法做实验，白天打哥布林练级。来到异世界的第5天，男主已经可以一击秒杀哥布林，山洞布置也获得了大加强。正当他觉得异世界生活即将步入正轨之时，晚上男主就探知到同学们的气息，还是他最不想遇到的不良少年。然而不仅如此，男主发动千里眼，还看到了辣妹团体、肌肉笨蛋团体以及阿宅团体全都朝他这个方向接近。最让他在意的是班长也在附近，毕竟班长和他从小就认识。虽然他清楚在这个危险的世界，有同伴才能更好的生存，但男主的中二之魂却猛然爆发。这种孤身一人的孤高感，不会被任何人干涉的自在生活，才是他梦寐以求的状态。比起组队，还是一个人攻略异世界才更爽。男人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好好睡觉时，外面竟传来阵阵声响，这也使他不得不前去查看。不看不要紧，居然是那群死宅在与哥布林们战斗。最终男主不仅出手相助，而且还带他们回到自己的住所。原来就在不久前，男主正在自我陶醉时，突然感知到有人在向他这边靠近，于是他便迅速地躲进了草堆中，却不料有一人竟径直走了过来，这也让男主不禁冒出冷汗。就在他即将发现男主时，突然一只兔子窜了出来，这也让男主躲过一劫。虽然男主不想与不良少年们扯上关系，但由于好奇心使然，他就躲在一旁偷听他们在说什么，也都在男主的意料之中。他们一直在开班级里美少女们的黄腔，而男主却丝毫不担心。他知道班长一定会制止这些不良少年，毕竟他从小就是擅长管教问题儿童的超级班长。接着男主也发现了他们在密谋着什么。画面一转，男主回到住所后，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边缘人技能竟然升级了，可他的等级依旧是3。他也猜测造成技能升级的原因，应该就是一事无成和木头人造成的。一事无成的作用就是无法集中做一件事，不过做什么事情都能表现得不错。但木头人则是纯纯的废物技能，由于兔子没抓到，所以男主依旧只能以蘑菇冲击。时间来到第7天的夜晚，男主也早早已经上床休息，可外面却一直有打斗的声音。他原以为是不良少年在搞鬼，却不料是那群死宅在与哥布林们战斗。男主也看出他们应对的非常吃力，他也在犹豫是否要帮忙。考虑再三后，他决定先鉴定一下他们。不曾想他们都是等级16的人，并且个个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于是男主也准备离开，却不料气息感知突然起了反应，居然是2只哥布林准备搞偷袭。もうしょうがねえ。
スノボアタック。おーい、オタくんな。生きてるか？はるかくん？结束战斗后，宅宅军团们也一路跟着男主，并一直向男主表示感谢。男主也因自己太久没有与人沟通，所以导致自己的语言能力降低了。随后，男主也邀请他们前去自己的住所。看到内部结构之后，他们一个个都非常的吃惊，而男主也好奇他们为何大半夜在战斗。殊不知他们是在逃亡。原来在他们刚被传送到这里时，所有人都表现得惊慌失色，唯独宅宅军团们非常的冷静。与此同时，班长也出来安抚大家的情绪，却不料一群哥布林出现在他的身后。此刻就连他也淡定不起来了。不仅是班里的女生被吓哭了，就连不良少年们也都吓坏了。好在宅宅军团的人显得游刃有余，最终在肌肉男们的帮助下解决了哥布林。接着班长也立刻组织大家前往视野开阔的河边，而宅宅军团也率领大家一起建设营地，再由班长分配公滚，使得大家也逐渐变得团结起来。可好日子不长，大部分的人都只想着坐享其成，最终这个团队也变成了一盘散沙。之后也只剩下宅宅军团和少部分同学留下共识。宅宅军团们不仅干苦力，甚至还要为他们阻止怪物入侵，而且他们提升等级还有一个目的，由于他们看到了不良少年拿的技能，有能随心所欲操控他人的魅惑以及傀儡这样的技能，所以为了保护班级里的同学，他们才如此努力。最终宅宅军团决定偷偷监视着不良少年，而不良少年一直谋划着如何实现后宫计划。见此，宅宅们也将此事汇报给班长，班长也开始策划了一场好戏。不良少年在努力下终于掌握了那俩技能，随后班长也在这时独自走进他们视线，趁他们色性大发的时候，宅宅们出手将他们打晕，接着使用封印技能封住那俩猥琐的技能。不良少年的计划败露后，也理所当然的被大家赶出了据点。原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不曾想他们居然升级完杀了回来，大肆的在据点里搞破坏。更令人没想到的是，周遭的同学都把这一切归咎到宅宅们身上。就在所有同学都指责宅宅们的时候，只有班长出来维护他们。最终他们也无奈的离开了据点。听闻这些事后，男主便非常的感动，当即掏出他的所有蘑菇，给他们举办一场蘑菇 party。翌日清晨，男主也给宅宅们一些蘑菇，他们准备去城镇里当冒险者，并且邀请男主一同前往，却不料男主直接拒绝了他们。虽然男主也对城镇有兴趣，但他深知自己的这些技能一定会给他们拖后腿。接着男主也准备去看看班长的情况，却不曾想在路上遇到了狗头人，即使自己不慎被咬了一口，可最终还是击败了他。一转眼到了傍晚，男主也来到了河边的据点，可是这却空无一人。接着他使用锁敌看到了足迹，下一秒他也感应到河对岸有女同学在，社恐的他当即转身逃跑。尽管身后的女同学在挽留他，他依旧马不停蹄地跑，直到女同学使用敬语请求帮助时，男主才停下了脚步。原来他们是想找寻宅宅军团，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居然是想找宅宅们道歉。男主当即就懵了，他们现在才意识到没有宅宅们的话，他们根本没办法活到现在。接着男主就开始试探他们，却不曾想对方直接就开哭。どうしちゃったのかな？小田たちに謝るまで生きる技と知識を教え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一直身为路人甲的男主哪遇到过这种事？也就是这时男主的使役技能发动了，男主打开一看，才发现他们三个成为了男主的奴役，这也不禁让男主开始一顿的幻想。回过神后，男主发现对方受伤了，当即取出回复药水，却不曾想对方竟直接泼向男主。就在男主担心会被班长看到这种情况时，好巧不巧的班长突然经过，并且突然朝男主扑来，可男主却还在想着如何解除使役，根本听不到班长说话，直到班长大吼才把他的神带了回来。而在另一边，不良们还在想着之前的计划。まずは邪魔な連中を片付けるか。人做梦都没想到，自己闲来无事打造的房子，却让他有了意外之喜。不仅班上的女同学都借宿于此，甚至一进屋就迫不及待地脱去衣服，冲进浴室泡澡。可他却独自一人出来住帐篷，这一切都得从头说起。男主还在思考为解除这三个辣妹的使役技能时，不料青梅竹马的班长出现了。接着男主就与其聊了起来，却不料班长身后还跟着一堆女生。好巧不巧的，他也发现了那三个辣妹，男主也只能从实招来，表示他们被自己使役了。当即班长就醋意大起，怀疑男主有问题，于是全体女生都开始质疑男主。这么多双冷冰冰的目光注视，让男主感觉被冰冻了一样。随即男主就准备开溜，可没弄清楚事情，班长怎会让他离开？接着他便开始询问当事人的辣妹。经过班长不懈的努力，辣妹也清醒了过来，通过辣妹导齐的解释，从而解除了男主的误会。随后女生们就开始了会议，而男主再次沦落成了边缘人。不过这一切他都已经习惯了，但迫于无聊，他准备练习一下魔法，看看能不能再给家里建个地下室。を研ぎ澄まして集中すれば。もうじっとしててって言ったよね。暇だったから。
隙間に挟まる猫でもあるまいし。让男主没想到的是，班长突然给男主扣帽子，强加个男主是来帮他们的名头，不给男主解释的机会，直接表达谢意。身为单身狗的男主哪见过这种场面，随即打算离开这里。可辣妹们怎会让男主离开？班长这时询问男主打算回哪里，男主毫不犹豫回答当然是回家了。顿时班长就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男主居然在异世界也有家，而男主却表示只是闲着没事见的，瞬间就让女同学们都很羡慕。下一秒他们又开始了小会议，在得知男主家里能容下240人以上，并且还有家具和浴室后，同学们都鼓舞着班长，于是班长鼓起勇气希望男主收留他们。这一请求也震惊男主2秒半，一瞬间种种不可描述的画面充斥着他的脑海，男主也开始想入非非。随后他带着一群女同学回家，看到眼前富丽堂皇的景象，他们眼睛都发直了，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梦了。这也让男主骄傲地开始介绍这里，可他们却只管脱光衣服直奔浴室，仅仅一瞬他们便都泡进了浴缸中，任凭男主如何阻止都无济于事。画面一转，男主出来住帐篷，虽然这种场景非常刺激，但是他终究接受不了跟一群女高同居一室。突然班长走了过来，他是来向男主表达谢意的，毕竟自从宅宅们离开后，所有男生也都相继离开，搞得剩下的人都历历不安。好在现在有豪华的房间以及浴室和料理，使得大家犹如重获新生一般。接着班长也开始自责，表示自己无法向宅宅们照顾好同学们，男主则安慰他不要拿宅宅们比，他们可是随时准备被异世界召唤的人啊。这一番话也让班长豁然开朗。接着女同学们也都睡下，而男主终究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想法，准备干点什么再睡。翌日清晨，男主被一个声音叫醒，居然是一个紫发妹子喊他吃早饭。男主还迷迷糊糊搞不清楚状况时，却不料对方径直朝他爬来。见状，男主当即表示自己还想再睡一会，可对方却突然贴了上来，柔情蜜语了起来。男主立刻转移话题，询问早餐是什么。听到有烤鱼后，男主激动的一头撞到了对方。接着班长迅速来安慰紫发妹，没想到男主竟然不管不顾，只想着吃烤鱼，活该母胎单身啊。由于男主从来异世界开始就从来没吃过荤的，所以他吃的都哭了出来。虽然男主是住在河边，但每次都是盯着鱼吃蘑菇，毕竟男主根本抓不到灵活的鱼。接着男主好奇他们是有什么好办法，原来这些鱼都是靠着同学的雷魔法变鱼。见状，男主希望对方再使用一次。经过男主的软磨硬泡后，女同学也只好再次使用魔法，却不料男主突然使用包装技能，将雷球包了起来，然后再将其扔入河中。于是男主也成功抓到了鱼，并且他还获得了雷魔法的技能。班长和同学也不解为何如此，原来男主只要用包装技能对其包裹，就能获得该属性的魔法。随即班长就感觉男主的技能堪比外挂，殊不知男主这些技能都是他们挑剩下的。实际上他刚刚看到雷魔法时，差点被震撼的吓尿了。画面一转，男主也询问起他们接下来的打算。班长希望前往城镇，不过他也担心路途中会遇到魔物，所以希望男主可以特训他们。而在训练之前，男主要确认下他们的等级，却不曾想他们里最低的等级都是16级，可男主却只有7级。随即男主便觉得这些人不需要他教吧。恰巧此时草丛后有了动静，男主便拿着3只狗头人当训练对象，就连狗子都觉得自己不像魔物。一开始女同学们都觉得不屑一顾，然而他们一下就被干翻了。于是他们就来到男主的帐篷内继续开会，商量完对策，他们打算再次尝试。却不料早上的紫发妹来找男主，她向男主坦白早上那样做是为了试探男主，毕竟之前有过前车之鉴，所以她担心男主也会向他们伸出魔爪。可男主却不仅提供住宿，还教他们战斗，而男主对此则是非常理解。翌日清晨，男主正悠闲地吃着烤鱼，但昨天被打得很惨的女生们又再次出发，然而他们被班长拦了下来，他希望大家能先特训一番，于是他们便开始了特训。接着便是展示特训结果的日子，面对狗头人的挑衅，女生们不仅装睡的装睡，还有装病想临阵脱逃的人。就当男主以为特训失败时，私は小田たちに謝り最终他们也还是成功了，可没想到的是他们还与魔物握手言和，这可真是把狗头人整不会了。而男主也以为终于能送走他们了，却不料班长提出与男主一同出发，男主则表示自己从未说过要离开，但终究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于是班长就开始动员大家，可男主却还在一旁装东西。それじゃ街に出発！楽しみ！選択したいよ！行くかね？委員長、何？はるかくん。ここから何が起こるかわからない。気を引き締めていこう。男人做梦都没想到，他穿越异世界只能得到别人挑剩下的技能，但他却凭借着这些破烂技能，开发出了很多奇特的作用，不仅可以获得各个属性的魔法，更是能将2个破烂技能融合，使自己变得健步如飞，甚至还能达到飞上天的效果。在不久之前，他被迫与女同学们共同前往城镇，但途中要经过一片森林，由于不良少年组早就盯上了女生们，当务之急则是避免他们落入魔爪，所以眼下必须赶快离开茂密的森林。不过突然前方出现魔物挡道，于是男主就准备顺带教学一下他们战斗技巧，接着男主直接迎面而上，可他
却在一眨眼的功夫下消失了。没想到他居然躲到了树丛后。听宅宅们说过，这种怪物抗很高，所以必须依靠魔法才能勉强击败它。随即男主便打开自己的技能栏，想看看有什么好用的魔法。而男主的印象中4大魔法分别是风、火、土以及水，可现在却合并为了一个魔法，除了火以外的属性都是通过包装技能获得来的。正当他庆幸自己的这个烂技能好用时，不曾想怪物朝他发起攻击，但男主凭借灵巧的走位躲过数次攻击，然后趁机闪身到对方身后对其当头一棒。没想到的是，怪物竟被他的物理攻击打败。在女生们的比一下，男主决定用魔法演示一下。只见他小手一伸，火苗就窜了出来，接着轻巧一丢，结果居然再次秒杀了怪物。女生们也非常不开心，并指责男主，毕竟这样的战斗根本没有让他们学习的地方。时间一转来到夜晚，女同学们都在享受美食，而男主却在一旁设置陷阱抵挡危险，加上他的帐篷驱魔功能，再配上他察觉气息的技能，这样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了。接着他便准备确认一下明天的行进路线。现在的这个地图技能也是通过鉴定衍生出来的，这也不禁让他感叹自己的烂技能也挺厉害。就在他选择行进路线时，突然察觉到周围有别人的气息，原以为来者是不良少年们，但定睛一看，原来是肌肉笨蛋们。男主问到他们为何单独来找他，却不料对方表示已经无法再相信任何人了，而他们来的目的则是告知男主有个比魅惑和傀儡更危险的技能。不等他们说，男主就想到了他们所说的应该就是抢夺技能。接着男主就打算吓一吓他们，他则表示万一这个技能在自己手中呢，而对方却丝毫不慌，反而更加放心。他们深知男主一心只想做边缘人，告知男主这一信息后，他们也准备继续回去监视不良少年组。殊不知这一切都被远在一旁的班长听到了。翌日清晨，男主让大家准备好家伙时继续赶路。正当男主准备先去探路时，却被班长叫住了。班长扭扭捏捏的半天说不出来，而男主直截了当的就说出抢夺技能是在对方手里吧。可这件事明明就只有宅宅们跟班长自己知道。他也不解男主既然知道这件事，为什么还要帮他？毕竟他这个技能可以通过击杀他人，然后将其技能夺走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外挂技能啊。却不料男主根本不害怕，而宅宅们只封印了不良组的傀儡和魅惑，却没有封印班长的抢夺，就代表大家知道持有者是班长，大家伙都非常的放心。男主的这一番话也给班长整个春心荡漾，吓得男主当即就跑路了。画面一转，男主看到前方有一条河滩，于是他便想试试自己的新技能。首先他施展魔力禅技能，接着再用称重魔法将身体变轻。素早くフライル好在有魔力禅强化身体，不然的话这么高掉下来必死无疑。也多亏昨天有侦查路线，所以第二天行进的非常顺利。虽然在半路遇到了走丢的小孩，还有女同学们途中玩水以及怪物的侵袭，但他们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森林。可即便这里的视野非常好，但男主也不准备松懈警戒。突然男主发现自己多了一个技能空步，他原想试一试这个新技能，却没想到能一路往天上走，在这么高的地方就不会有任何的视线遮挡了。观望了1周后，男主发现远处有本地人被怪物袭击，不曾想班长提出要前去解救他们，可男主却担心他们不一定会是好人，他则是不希望冒这个险，但班长却抓住了男主的手。不管怎么样，班长都希望救助对方。眼见拗不过班长，男主便决定自己独自前去帮忙。由于路程有点距离，他不得不再次使用昨天的组合技，接着再使用风魔法施加于脚底。空中歩行世間のそれの方なんですか。風魔法に巻き込まれちゃったヤンヤネラも何ゆい没想到男主一落地就将所有魔物砸晕了，对方也向男主表达谢意。原来他们是接了冒险者工会的讨伐委托，却不料遇到了绿魔狼这种头目。随后男主见女同学们到这还有一会，而班长此刻也还在昏迷中，于是他便拿出烤蘑菇给刚刚的人吃，却意外得知这个是体力菇，并且很贵重。其他人也在吃了蘑菇后恢复了体力。见2个大叔居然能跟美少女们组队，男主在一旁气得牙痒痒。过了一会，班里的其他女生也赶到这了，见到精灵妹后，同学们像见到偶像一般。之后男主便跟他们一同前往城镇。见到城镇后，同学们都非常兴奋。はいオッケー。みんな行くよ。没想到的是，在另一边，不良们也提升了一大波战力。接着他们也准备解除魅惑和傀儡技能，继而再去找女同学们泄火。絶対許さねえ。やるぜ。特にあのメガネが。不良どもが動き出した。男人做梦都没想到，他辛辛苦苦带着同学们来到城镇，可当去注册成为冒险者时，才发现注册条件需要达到10级。然而就连受他照顾的女同学都已达到30级以上，而他却仅仅只有9级，并且想成为冒险者还需要组队。但他边缘人的技能终究只能一个人，这也意味着他无法成为冒险者。原来就在刚刚来到城镇奥姆一后，女同学们都像是第一次进城的土包子一样，每个人都管自己去东逛西逛，根本不听班长的安排。接着班长还希望男主帮忙劝阻他们，却不料男主此时也在悠闲的享受。见状，班长也不得不使用绝招了。
随着他的哨声一起，同学们也都纷纷乖乖集合。于是班长就开始介绍他的行程规划。首先是前往冒险者公会，然后将打怪得来的东西换成钱，之后再注册成冒险者，接着就可以去旅店休息了，而且还能顺便打听一下宅宅们的消息。随后他们也抵达了冒险者公会，映入眼帘的都是一群凶悍的大叔。但突然公会会长让人来找男主，于是男主便紧张的前往2楼，看到会长凶神恶煞的，男主也不禁打寒战，却不曾想对方突然神情一变，感谢男主救了他的部下。随后男主便准备去将魔石卖了。男主见柜台太小，就询问该放在哪，而柜台小姐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就直接让男主将魔石放柜台上。下一秒男主就将柜台堆满了，见柜台小姐一脸冷汗，他还以为是不够准备再拿，随即柜姐就被他折服了。而此时班长等人都已注册好了，不仅他们的等级都超过30级，更是跟大叔们打成一片了。接着男主也准备注册冒险者，随即他便自信地发出申请，却不料他被直接拒绝了。原因是注册冒险者必须要等级10以上，而男主却只有9级，这一下就让男主的心跌入谷底。于是他便希望对方可以通融一下，可他依旧被无情拒绝。毕竟还有一个条件是必须组队，但男主的边缘人技能使他无法组队，而且个人要达到20级才能算新人，30级才能被视为独当一面的冒险者。接着班长就带着大家前往旅馆，看到这个外观，男主又想多了，一见到店家就问这是爱情宾馆吗？由于大家都好久没睡到床，再加上一天的劳累，很快的就纷纷入睡了，而男主却一心想回森林。翌日清晨，大家都有精神的吃起早餐，见此情形，男主也放心了，随即他便准备领了魔石换的钱后，就独自回到森林去。画面一转，冒险者公会所有的钱拿出来都不够，由于男主提供的数量过多，所以会长希望可以给男主分期付款，而男主当下拿到了800万。他突然想起异世界的币率与现实世界相同，这也就说明他现在是个小富豪，毕竟男主刷的都是 F 级的怪物，所以仅是魔石的数量多而不稀有。于是男主便准备买点东西再回森林。随后路人为了报答男主的救命之恩，他便准备带男主去一家不错的店，可男主再次想歪了，随后便一股脑的跟了出去。路上依旧还在想那些画面，没想到的是他推荐的只是一家武器店。接着他便开始试起了装备，因为装备都非常的好，所以导致他一挑就挑到了晚上。可他突然发现了一串首饰，通过他的鉴定技能发现它是内含7件的道具，跟他的村民套装一样。原来内含7件是代表可以让装备复合，他可以同时放入7种道具，并且还能使用那些道具的效果。却不曾想突然班长出现喊他回去，吓得他手一抖将道具复合了进去，而这些物品加起来至少要1000万。要知道男主全身上下只有800万而已，经过好说歹说后，最终还是以800万的价格买了下来。随后他考虑到自己没有成为冒险者，也就意味着他出不去这个城镇，就算他想混在女生中出去，那也一定会被班长抓回来。于是他便用隐形斗篷将自己隐身，随后打开遮蔽气息和隐匿的技能，一路蹑手蹑脚的走出去。就当他跑到城门口准备飞出城墙时，なんだよバレムコ AB と身体操ぶっこかよびっくりさせんなあんたこそ何よ不審者かと思ったわこいつらはクラスの脳筋女子四天王だけど。转眼来到第2天，班长等人也准备出任务去，男主立刻提出一同前往，可也被班长无情拒绝了。接着他便穿上隐形斗篷出城，出城后他兴奋地准备回森林去，路上无论是看到村庄还是哥布林他都无视，只想着赶紧回到森林去。但突然看到一群强盗在抢劫，见状他便掏出了自己的魔杖，但想了想还是准备无视回森林去，却不曾想强盗发现了他，还直言看到了的人都得嘎。见对方不依不饶后，いやーバレたー！俺は森に帰りたいだけなのにウォッチになりたいだけなのに随后男主好言相劝让他们从良，可对方才不以为然，以为男主是法师职业，当即他们便冲上来打算近战。可哪曾想男主轻松应对，他们也纳闷男主是什么职业，但男主却告诉他们没有任何职业，并将自己的状态栏打开给他们看。看到男主只是9级的渣渣后，他们就准备用武器技能对付男主。可此时突然一个女生走了过来，向男主感谢救命之恩。她叫梅丽埃尔，是某个城主的女儿。接着她希望男主能好人做到底，将她一路护送回城镇。可男主却一心只想回森林，但听到对方说有谢礼后，男主立刻同意了对方的请求。在马车上，埃尔询问男主来自哪里，男主便开始一直吐槽城镇的穷酸，并认为领主也肯定很穷酸吧，却不曾想埃尔正是那个穷酸领主的女儿。男主才意识到这辆马车是回奥姆伊的。下ろしてすぐ下ろしてダメですちゃんとおもてなしを受けていただかないとしょぼい町ではないと証明してみせますやめ而在另一边，肌肉团拦下了不良们，他们不让不良们去干扰女生们，可没想到不良们直接对他们动手。